大家好，这里是爱科技，我是蒋振宁。昨天呢，我们刚刚拆完小米10的至尊纪念版啊，今天再给大家拆一台 Redmi K30至尊纪念版。作为主打性价比的 Redmi 啊，这一次可以说是将性价比做到了极致。2000万像素的升降前摄，120赫兹高刷的 OLED 屏，峰值亮度呢能达到1200尼特，立体双扬声器，多场景4摄后置相机，屏下指纹，还有4500毫安超大电池，搭载天玑1000 Plus CPU，8+512的配置呢，售价2499。怎么样？我准备给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事呢都配上一台。先取出卡托，双 Nano 设计，并设有防尘防水胶圈。关机，翻过来对后盖加热。先用吸盘拉开一点缝隙，卡入拆机片，沿四周顺势划开。后盖为玻璃材质，并设有4条缓冲泡棉和1块石墨散热贴纸。内部整体呢还是3段式设计结构，中间还有一大块散热膜，下面则是一条主副板连接的排线。表面的螺丝2种规格，顶部是黑色的较长，底部呢绿色稍短。先拧下顶部的盖板螺丝，取下盖板，镜头对应的位置呢都设有缓冲泡棉，而人像镜头用的是橡胶圈。中间呢是附送化的触点，升降镜头、后摄和听筒呢几乎是占了上面1半以上的空间。而为了塞下这些大家伙呢，主板被设计成了环抱式。断开电池，依次断开充电连接排扣、多功能连接排扣和屏幕排扣，再断开中间和侧边的同轴信号线。主板上还有一颗大螺丝，先拧下，再断开前置排扣、感应排扣，即可取出主板。由于加入了立体扬声器听筒大了许多。顶部传感器呢是独立的，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这个位置呢就是 NFC 的触点和天线闪光灯也是独立的，通过胶固定在主板上，再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后置4摄的排扣全部都在背面，还有金属盖板固定。断开排扣，取下后摄模组，管角、长焦和主摄呢被固定在同一个翻滚架上，主摄和长焦是可以单独拆卸，人像镜头呢则是单独被固定在主板上。接下来呢拆前摄，先拧下排线下的1颗螺丝，再拧下中间1颗螺丝。这1颗螺丝呢比较长从中间穿过弹簧，防止弹簧呢脱轨。用手压住弹簧，再用镊子将其取下。断开步进电机触点与中框的连接，取下电机。为了散热电机的底部还加了硅脂。推出前摄。相机的参数呢，请看图。主板上呢贴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而 CPU 上方呢还加了1块散热铜片。正面是一张石墨贴纸，这里还有一个可拆卸的屏蔽罩是专门用来固定同轴天线的。取下屏蔽罩以后呢，下面还有一大块散热铜箔。在显微镜下面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CPU 和硬盘都是有做封胶处理的。这是主板所有坐着的维修参数放图片给同行参考一下。继续拧下底部螺丝，取下盖板。喇叭口同样设有防尘防水胶圈，喇叭的下面呢还贴有1块散热膜。断开主副板连接排扣、指纹排扣和底部的2根天线，即可取下副板。副板上呢还集成了卡槽。线性马达并不大但比起其他的圆形马达呢要厚上许多。下一步拆电池，我感觉现在的机器呢一拉胶都不是特别的紧取下的电池几乎都不会变形。电池容量为4500毫安，制造商新万达。再翻过来对屏幕加热。频导口从顶部卡入，向上挑起一点缝隙，卡入拆机片。还是忍不住用了指甲。拆下屏幕后呢，算是惊到我了。四周全部都有散热铜箔覆盖，而中间呢还有一大块散热膜。撕开散热膜呢，下面还有一大块 VC 均热板。这散热阵容简直是丧心病狂还有就是这超薄的屏下指纹，这样的价格也只有 Redmi 了。接下来单板开机测试一下屏幕。OK。触摸和显示都是没有问题的。看着这一堆密密麻麻的零件，大家有什么感想呢？对于 K30至尊纪念版我觉得更应该称之为大众旗舰。
它的出现呢，将高性能的手机重新拉回到了1999这样经典的价位啊。说实话，这给的都不只是自行车了。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哦。我得去抢机器了，再晚可能就抢不到了。哇！